极乐寺的这个入口处的门非常的矮。Hello， 大家好，我是夏目漱口。提到镰仓，你想到的可能是《灌篮高手》里出现的那个挤满人的铁道口，又或者是要排队进入的镰仓大佛。但今天我要避开90%的游客，带大家看一个小众但很出片的镰仓。现在来的是湘南单轨电车大船站。这个就是湘南单轨电车了，它是悬挂在半空中的，然后只有3节车厢。这次出行选择了一条同样小众的电车路线——湘南单轨电车，它连接大船与江之岛站，全长仅为6.6公里左右。电车悬挂在轨道下方，给人一种未来的科技感。同时，路线穿行在住宅区与山丘之间，起伏和转弯都非常明显，坐起来有点像温和版的过山车。相比更热门的江之电，它更像是一条藏在湘南日常里的空中路线。现在已经到达了湘南江之岛站，接下来准备去坐江之电。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相对比较小众的海滩，叫做稻村崎。出去看一下，从这个车站走到海滩大概是5分钟左右。在稻村崎站下车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可能大家习惯性的会去江之岛的海滩或者去七里滨的海滩，但是从稻村崎站下来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今天天气特别的好，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富士山。感觉这个云层还是挺厚的。这个地方就是富士山了，其实今天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因为风很大，然后又有点云，有一点被薄雾遮起来的感觉。这个小岛就是江之岛了，所以这个稻村崎海岸很漂亮，而且游客几乎没有，在这边可以尽情的拍照。其实，在稻村崎海岸旁边呢，有很多不错的海景餐厅，所以打算在这边吃完午饭之后，再去下一个地方。今天中午吃的是意大利菜，点了一家洋食，看上去还挺高贵的。
这个前菜厨师来介绍了一下里面的一些菜名，但是都是片假名的，根本记不住，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含义，大概能够分别判断一下里面的食材吧。有茄子，还有一些培根，然后还有鱼之类的。现在已经吃完午饭了，准备从稻村崎海岸这边沿着江之岛线的铁轨一直走到叫极乐寺的一个地方，是下一个目的地。稻村崎这边真的游客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在附近喝咖啡或者散步都是挺好的。这个地方就是江之岛线的铁轨了，真的离居民区和民宅非常的近。从稻村崎海岸沿着铁轨走过来还是挺舒服的。这边刚好后面有个小山坡，然后是沿着铁轨的，在这边拍照也是挺不错的。这边还有一个江之岛线的检修站，停了很多绿色的电车。这边可以跟江之岛线合影，而且这个地方挺小众的，基本上没有游客过来。这是一辆展示的电车，大概走了15分钟左右，现在已经走到了极乐寺站附近。这个车站比较的小，然后车站前有一棵很大的樱花树，很漂亮。今天天气比较好。现在去极乐寺里面看一下。这里就是极乐寺啦，这里有一张地图，进去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极乐寺的这个入口处，它的门非常的矮，大概只有1.5米左右，需要蹲着才能进去。有一点像日本喝抹茶的茶室，但是呢，这个入口比茶室的入口稍微高一点，还是挺奇特的。极乐寺由北条重实创建于13世纪，后来由僧人忍信主持，并发展为以救济与慈善闻名的寺院。走进寺院门时，入口格外低矮，需要低头才能进入。这种设计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
但也常被后人理解为在踏入寺院之前，自然地放慢脚步，收起姿态。极乐寺整体氛围朴素而内敛，保留着一种淡淡的人间温度。极乐寺真的挺不错的，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里面真的非常的漂亮，也很安逸，而且呢是不需要门票的。如果在接下来旅游高峰期，其实可以选择极乐寺来规避一下人群。极乐寺这边逛的差不多了，再沿着铁道线往前走一走，前面有一个叫做玉林神社的地方，那边也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景点，而且拍照也很出片，过去看一下。往前走就是玉林神社啦。其实从极乐寺走过来大概5分钟左右吧。这个地方电车线和神社的鸟居距离非常的近，所以拍照也非常的好看。但是呢，人并不是很多，因为附近就是镰仓大佛，其实很多人都会选择去镰仓大佛，而忽略了这个地方。所以今天过来看一下。神社这边其实规模很小，但是它可以看到电车跟鸟居的一个同框的景色，所以还不错。现在去别的地方再转一下。在神社出来的地方有一家店叫做利饼家，是卖日式和果子的店，进去看一下。はい。で、8個とかでこの箱、こういう箱で大丈夫ですか？はい。买到了这个利饼奇卡拉莫吉，奇卡拉莫吉这个发音呢，在日语当中还表示有力量的一个单词，所以有可能是吃了这个饼就会变得有力量。里面是用细腻的豆沙馅包裹着糯米年糕。现在走到长谷车站，准备坐车去到镰仓站之后呢，打算去一个地方是镰仓附近的一个竹林。那个竹林景点呢，也是很小众的一个地方。现在已经从长谷车站坐车来到了镰仓车站，接下来准备去附近的竹林。去竹林的方式呢，只有坐巴士或者是骑自行车。那巴士的话呢，差不多20分钟左右。那边游客会少一点。从镰仓站坐巴士大概20分钟左右，到了叫做净明寺这个车站的附近。在这个附近呢，有一个寺庙叫做报国寺，竹林就在报国寺里面。
这里有一个报国寺的简介，下面还有中文的介绍。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报国寺创建于14世纪，是重要的禅寺。这里更强调的是一种安静而内敛的修行氛围，没有过多的装饰，空间简洁克制，一切都围绕禅的精神展开。进入寺内，视线与心绪都会不自觉地慢下来，而后方的竹林也像是这种禅意的延伸，秩序、留白与自然共存。行かないけどね。这边是竹林的入口，进到竹林里面是需要买票的。这个是进到竹林里面的票，400日币一个人。在竹林里面还可以喝茶，但是今天过来的时候时间有点晚了，这个喝茶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喝茶加参观的话呢是1000日币。这片竹林的规模呢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整体环境还是挺幽静的，很漂亮。而且现在刚好是暮春季节，这个竹林里面长满了竹笋，每棵都好大，有好多笋。这边有一棵好大的竹笋。在报国寺里面发现了一块很有意思的牌子，上面写了4个字：照顾脚下。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以为就是字面意思，看好自己的脚下。但查了之后发现，这是一句很有智慧的禅语。报国寺里面有很多的枫叶，虽然现在是绿色的，但是应该等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就会变成红叶了。
现在已经从报国寺出来了，准备重新坐巴士回到镰仓车站。现在大概是下午4点半，重新回到了镰仓车站附近，准备去另外一个小众的海滩，但是呢，需要骑自行车过去，所以呢，租了一辆自行车，大概骑车是10分钟左右。刚刚从镰仓站骑车骑了10分钟左右，现在已经到达了财木座海滩。这个海滩相对来说人比较少一点，然后景色也比较漂亮。白天避开人群，寻找镰仓的小众景点，也换了一种更安静的方式，重新感受不一样的镰仓。傍晚，在湘南的海浪里，想起报国寺的禅语“照顾脚下”。无论大众还是小众，把当下过好，本身就是一种修行。